我凤幼冉本是北极最受宠的小公主，有一个从小便喜欢的少年郎，给你，人人都说我受尽宠爱，定会平顺一生，长大后可嫁知己良人，白首齐眉。可就在8岁那年，一夜之间，我的母后被人陷害淫乱后宫。不是的，长老，我没有。母后，你不要吓我！皇后楚音淫乱后宫，企图混淆皇家血脉，死不足惜。后来我被褫夺公主封号，便被打入教坊司，成了一个连歌姬都可以随意欺辱的歌奴。拿去帮我洗干净了。哪个东西那么慢？今天不准吃饭。扫个地居然扫这么久，说你是不是想偷懒啊？直到那天，凤玉堂逼着我给他宫里的小太监做对食。哼，凤悠然，小凳子是我宫里的大总管，能嫁给他是你的福气。龌龊非比，你敢骂我，看我不打了你的嘴！凤悠然，没了你那狐媚的娘，又失了父皇的宠爱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小凳子，他就赏给你了，给本宫好好伺候。公主放心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就在我以为自己就快要冥劫不保时，它就像一束光般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沈世子，咱家劝沈世子还是莫多管闲事的好。冉冉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回家？回家，以后国公府就是你的家。他是沈国公府世子，沈清，也是我唯一能离开教坊司的希望。就这样，我被沈清带回了国公府，成了世子沈清的贴身婢女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少年郎。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没伤着吧？你的腿怎么了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姑娘家还是自重点好。你让我自重？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新来的婢女吧？看着有点眼生。婢女？眼生？她是国公府次子，也是我从小就心仪的少辈子对你好的。可她却说不认识我了。是啊，我现在可不就是一个婢女吗？你冉冉，你不是说去给我泡茶的吗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世子对不起，刚刚我不小心把茶盏打翻了，我收拾一下，这就去给你。冉冉，世子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还疼吗？已经不疼了，多谢世子，我这就去给世子重新泡一壶茶。二弟，我知道你和冉冉感情不一般，但你身边既然已经有了血渊，就不要再缠着冉冉了。大哥说的是，我与冉冉不过是儿时玩伴罢了。如今，在我心中，血渊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叫凤幼冉，北齐最受宠的小公主。我娘是个来自23世纪的穿越者，她是沈国公夫人，和我娘一样是个穿越者。嗨，小冉冉，长大了嫁给沈清哥哥，给姨姨做儿媳怎么样啊？不愿意？为什么呀？是沈清哥哥对你不好吗？你告诉姨姨，姨姨替你教训他。沈清哥哥很好。那我们冉冉为什么不愿意呢？因为我喜欢这个。时过境迁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一心想嫁的少年郎竟会喜欢上别人。如今，在我心中，血渊才是最重要的。
娘亲，彻哥哥喜欢上别人了，我不怪他。我知道我们现在身份悬殊，注定不能在一起，可是我的心还是好难受。娘亲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不是的，冉冉，你还有我。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冉冉，嫁给我，让我做你一辈子的依靠，好不好？我就当是完成楚姨和我娘的遗愿，可好？是啊，娘和烟姨，可是我却不能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前不久还信誓旦旦说要给我依靠一辈子的男人，转眼间就要娶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听说了吗？咱们世子就要上公主了。听说了，说是婚礼在公主府举行，就连南诏皇都来参加呢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上什么公主？什么公主？当然是唐公主啦，不然你以为是你呀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信，我要亲自去看。怎么了？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，再怎么扑腾也是飞不上枝头的。沈哥哥，我要你喂我吃。好，嫁给我，让我做你一辈子的依靠，好不好？世上的男人是不是就没有长情的？父皇是这样，世子也这样，就连彻哥哥也……哟，这不是我们北齐曾经最尊贵的小公主吗？怎么像条狗似的喜欢蹲墙角呢？你来做什么？风悠然，我就是要看到你一无所有的样子。最宠你的父皇，最爱你的男人，现在都是我的了。说起来，我能有今日这般光景，还要多谢你那不知廉耻的娘。你敢打我？再敢说我娘一句，我打了你的嘴！你也是，你娘是被陷害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是容妃？你想多了，你娘那么得父皇宠爱，我娘可不敢陷害她。我娘一死，容妃立马被晋升为贵妃，不是她还能有谁？当然是父皇啊，是父皇要你娘的命，我娘只是帮父皇办事儿而已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父皇那么爱我娘，父皇爱你娘，他爱的是你娘的那些治国之策和那些新进发明吧。要不是你娘迟迟不愿说出火药的配方，父皇或许不会那么早对他下手。雪原，你看看像不像？像，真像。原来她就是雪原。下雨了，娘亲，是你在哭吗？你也和冉冉一样委屈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冉冉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世子，你怎么不打伞？你去哪儿了？你去二弟那儿了？二弟他身边已经有了别人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？我没有，世子，你抓疼我了。你没有这伞是从哪儿来的？伞是车公子院里的一个姐姐借给我的，要还的。真的？你若不信，去问便是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误会你的，我只是太在乎你了。世子，你和唐公主什么时候成亲？你都知道了。冉冉，你听我说，我娶她是有目的的，我是为了进一步找出楚仪被陷害的证据才故意接近她的。原来他是为了替我娘雪冤才，可陷害我娘的人若真是父皇，那不行，我不能连累国公府，我要阻止他。
世子，你不要娶唐公主好不好？嫣然，你放心，等事情一结束，我会立刻与她和离的。可是我不想你娶她，我不想你因我而得罪父皇，最终连累整个国公府。可婚期已定，又是皇上亲赐，真的无法更改了吗？我叫风佑然，沈国公府的一个侍女，世子沈清承诺定会娶我为妻。嫁给我，让我做你一辈子的依靠，好不好？可就在今日，他却要娶当朝公主凤于堂为妻，所以我做了一个主宰了我一生命运的决定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。等一下，这不是冉公主吗？哟，嘘，小声点儿，她已经不是公主了。傅有然，你来做什么？听说前皇后，不是最后和国公夫人乃闺中密友，又戏言其儿女亲家。这凤佑然今日一身喜服，莫不是抢亲来了？儿臣凤佑然参见父皇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凤佑然，你已经被褫夺了公主封号，贬为贱籍，你有什么资格喊父皇？父皇虽褫夺了我的公主封号，却并未将我从族谱除名，就证明父皇心里还是认我这个女儿的。父皇，你说是吗？虎毒不食子，我的好父皇，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！起来说吧，你来找朕所谓何事？果然，谁都不愿背上杀妻弃子的骂名。儿臣求父皇为儿臣赐婚。凤佑然，听闻父皇有意与南诏联姻，永结和平之好，可南诏独宠属已众多，根本无人愿嫁。什么意思？难道凤佑然不是来抢婚的？冉冉，国家大事不可妄议，让他说。父皇邀请南诏皇亲来北齐，为的就是让南诏皇自己选和亲人选吧。得知南诏皇要来选后，各家适龄贵女都在赶着嫁人，就差拉郎配了，就连公主堂都急着找驸马呢。拉郎配，无人愿嫁。凤佑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和沈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绝不是为了……儿臣愿为父皇解忧，求父皇为儿臣与南诏皇赐婚。冉冉，我知道你在气我，气我不顾你的感受娶了唐儿。可你知不知道，各家世家闺女之所以不愿意嫁娶南诏，除了惧怕南诏多独宠，还因为那南宫阙有着天煞孤星的克妻之名。他已经克死4人妻子了，难道你要嫁过去做第5位吗？沈世子慎言，不说南诏皇克妻之事是否属实，就说我身为父皇的女儿，也该不畏生死，为两国和平解忧。好一句不畏生死，为两国和平解忧。南诏皇，北齐皇放心，孤可向你保证，既然冉公主愿嫁与孤为妻，只要孤在一日，就定会保她一日安稳。冉冉，你当真愿和亲南诏，嫁与南诏皇为妻？是，儿臣愿意。好，既如此，只是在去和亲之前，儿臣还有一事相求，求父皇为母后做主，将陷害我母后之人绳之以法，还母后一个清白。凤佑然，你疯了！你母后当年明明是……于堂，不得胡言。凤佑然，最后当年祸乱宫闱，罪证确凿，你让皇上如何替他做主？父皇，母后当年是被人陷害的，母后是清白的。你说什么？父皇，母后对你的爱就如滔滔江水般汹涌澎湃，她怎么可能背叛你？是荣贵妃，是她陷害的母后。这丫头老知道了当年的事，这怎么可能？凤佑然，你胡乱攀咬什么？来人啊，将这个满口胡言的贱人给本宫拉下去！我看谁敢！南诏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凤佑然是孤定下的皇后，谁敢对她不敬，便是不把我南诏放在眼里。他为什么要帮我？那依南诏皇的意思，想如何？依孤之见，凡事都要讲个证据。既然冉公主说先皇后是被人陷害，那就让她拿出证据来。若有证据，
那便不是胡乱攀有。这么肯定我有证据，他就这么信任我？那若是没有呢？若是没有，那就是空口诬告，便不配为我南诏皇后。原来不是信任，而是对南诏未来皇后人品的一次考验。先皇后秽乱后宫的丑闻早就天下皆知，你若拿不出证据，那就是欺君罔上，是死罪。风悠然妄想和父皇作对，自寻死路。皇上，冉冉她是因为嫉妒我卷了唐公主，才会鬼迷心窍，口不择言，还请皇上切莫怪罪。沈清，风悠然，你个贱人，竟敢跟本公主抢男人！沈世子，姑没记错的话，冉公主刚刚请旨赐婚的对象是姑。她那是在和我赌气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冉公主，如今能和父皇抗衡的人只有南宫爵，只有嫁给他，才能借助南宫爵的势力替母后复仇，如此也能保住沈家。可南诏皇后的生母绝不能是祸乱后宫的妖妃，所以我今日必须先帮母后洗去冤屈。不是，我要嫁南诏皇为妻，是为两国邦交，并不是意气用事。而我说有证据，也绝非故弄玄虚。有意思，那就请冉公主拿出证据来吧。我的证据就是荣贵妃身边的容嬷嬷。满口胡言，污蔑！污蔑！大家请看，容嬷嬷并非女子，而是男子。贵妃娘娘把这样一个男子一直留在后宫，留在身边，这才是混乱后宫吧？风悠然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娘才混乱后宫！你父皇，儿臣要状告荣贵妃混乱后宫，栽赃陷害。皇上，臣妾对皇上一直忠心耿耿啊！皇上，我的好父皇，为了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害死了那个最爱你的人，你可悔？荣贵妃祸乱后宫，罪证确凿，即日起废除妃位，打入冷宫。皇上，臣妾对皇上一直忠心耿耿啊！皇上，当年果然啊，最毒渣男心。当初他可以为了火药的配方陷害我母后，如今就能为了撇清自己而放弃你。妃，朕念你为朕运有义的份上，可饶你一命，但你若执迷不悟，朕也保不了你。荣贵妃，作为害死我母后的帮凶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你要去抢婚？这和二公子有什么关系？怎么，我大哥看在儿时的情分上，给你一个安身之所还不能满足你，就非得爬上我哥的床吗？沈彻，你就非得这么伤我吗？你就是这样看我的？你要不要去抢亲我不管，但请你不要连累我国公府。沈某虽然身残，但还不想早死。二公子放心，我风悠然要嫁的人定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儿郎，所以我不是去抢亲的，也不会连累国公府，更没有想过爬你哥哥的床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这一身……我是去请旨和亲的。和亲？你觉得南诏皇会要一个生母淫乱后宫的皇后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就不劳二公子操心了。当年陷害先皇后，荣贵妃功不可没，这是证据，你爱用不用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说了，我只是不想被你连累早死而已。冉冉，对不起。公子，刚刚暗卫传来消息，荣贵妃被打入冷宫，冉公主成功了。公子一点都不意外吗？从小到大，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儿，就没有做不成的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冉公主就要嫁去南诏了，公子当真舍得吗？舍不得又如何？这是对他最好的选择了。我知大哥心悦冉冉，也愿成全他们，可他似乎并不知道冉冉想要什么。既然他不能给冉冉想要的幸福，而我的身子有，公子，既然不能陪他到老，总要为他谋个好归宿的。南诏皇请慢。冉公主找我有事？我如今也算是您未过门的妻子了，若是再继续住在国公府，怕是会损了南诏皇的威名。哦，那依冉公主的意思，是现在就跟姑一起回驿馆？聘为妻，分为妾。我相信南诏皇是诚心娶妻，而不是一时兴起贪色好尽的孟浪小人。大胆！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还是说南诏皇就是那……
看来姑今日是非帮公主不可了。今日父皇虽惩治了荣贵妃，但却并未恢复我公主的身份，而南诏的皇后绝不能是一个低贱的奴仆。也罢，既然姑不愿做那孟浪小人，那便勉为其难送公主回宫吧，顺便送未来岳母一件大礼，以作聘礼。母后，冉冉回来了。南诏皇这么晚进宫，朝臣所谓何事啊？北齐皇说笑了，姑只是送未婚妻回家而已。送未婚妻回家？哦，瞧朕这记性，都把赐婚和妻的事给忘了。冉冉啊，你等会儿，朕这就让人给你收拾一下。父皇不必麻烦，儿臣住永安宫即可。胡闹！永安宫可是冷宫，以你如今的身份，怎么能住冷宫呢？父皇是不是忘了为什么惩治荣贵妃？那是他自己私德败坏，却栽赃陷害我母后。既然我母后是被陷害的，那他的永安宫又怎么会是冷宫呢？是啊，北齐皇，既然事情已经查明，您是不是该还姑的岳母一个公道呢？依南诏皇的意思，10日后姑会亲自迎娶公主冉为妻，北齐皇可在我和冉冉大婚之日下旨追封姑的岳母为孝义仁皇后。母后，你放心，属于你的一切，冉冉会一点一点的帮你夺回来。至于父皇，谁？冯悠然，你该死！冉冉呢？你把冉冉怎么样了？放心，她好着呢。跟我来。公子，出事了！冉公主在宫里失踪了。什么？于堂，你疯了！放开冉冉！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我们安插在宫里的人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没有。怎么会？我不能慌，冉冉还等着我去救，不能慌。沈清，要想她活着，你最好记住答应我的事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不伤害冉冉，你便永远是我的妻子，郭公府的世子妃。我知道了。公子，去南诏驿馆。他可是你捧在手心、护在心间的人，你真的舍得让他见不得光，永远屈于我之下？正是因为喜欢，才不得不如此做。若是不然，她便会嫁去南诏，届时便是天涯有隔。好，我便信你这一次，他是你的了。风悠然，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护着你，又如何？你还不是照样被我踩在脚下？我要你活着比死了更痛苦，你就一辈子做个见不得光的老鼠吧。我叫沈清，是个重生之人，前世今生，从小到大，我都深爱着一个叫风悠然的女孩，可她喜欢的却是我的弟弟沈彻。前世他们两情相悦，不管我为他做什么，他都视而不见。即便这样，我还是愿意为他守身如玉，从不接近别的女人。沈清，你便这么不愿娶我吗？我的心里只有冉冉一人，再容不下他人半分。好，很好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凤鱼堂说让我后悔，真的不是说说而已。南诏皇客气，凤鱼堂不想和亲，便求皇上让冉冉代替和亲。看着他们有情人被拆散，我心里甚至在暗自庆幸。这样也好，这样我就不用每天看他们卿卿我我了，直到听到从南诏传回的噩耗。公主冉因思恋故土，加之水土不服，终是遗石无灵，红颜早逝。那一刻，我后悔了。若是我不曾拒绝公主的，你是不是就不会死了？珊珊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很孤单吗？没关系，沈彻他不来陪你，我来陪你。珊珊，黄泉路上你走慢点，我来找你了。重来一世，我试图改变一切，我想办法阻止沈彻接近他，并在他最脆弱的时候抢先一步将他接到身边。
我不再拒绝凤玉堂。冉冉别怕，我成功改变了前世的一切轨迹，我以为终于可以和他永远在一起了。可就在我与凤玉堂大婚的那天，一切又变回去了。求父皇为儿臣与南诏皇冉冉赐婚。再次成为了南诏皇的未婚妻，我不甘心。冉冉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明明我都改变了一切，为什么你还是会去和气？不，老天既然给了我重来的机会，就一定不会拆散我们的。冉冉，我们一定会永远在一起的。这是……冉冉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世子，是你抓了我，为什么？冉冉，是凤仪堂让你这么做的。不是的，冉冉，是我自己想把你留在身边，不想你嫁给南诏皇。所以你要囚禁我，让我跟你做妾。冉冉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做妾呢？你是我最爱的人啊，在我心里，你只会是我的妾。你看，如今你我皆是一生喜福，我们现在就拜天地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不会和你私定终身的，这只会让我一辈子抬不起头，见不得人。我要嫁人，必是百官朝贺，天下见证。所以，不要用你所谓的爱来囚禁我。我凤佑冉不是阴沟里见不得人的老鼠。百官朝贺，天下见证。冉冉，你是铁了心要嫁给南宫爵吗？是。不可能。冉冉，你是我的，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，你都只能是我的。沈清，你清醒点，你已婚我已嫁，我们这辈子是不可能的。若是你执意强迫我，那我便死在你的面前。所有人听着，即刻随姑一起去营救皇后。诺。公子，南诏皇真的值得信任吗？南宫爵需要一个身份地位能让南诏皇室宗亲有所忌惮的皇后，而冉冉也需要南诏皇后这样一个身份来与陛下抗衡，所以他们是最合适的，不是吗？可是公子，你放得下吗？放不下呀，也不放心，可是我别无选择。雪渊，你跟着他一起去南诏吧。公子，南诏皇宫那样的地方，到处都是诱人的利益，一旦我派去的人被利益所诱而背叛他，那他将会处于一个比教坊司还要可怖的处境，我担不起那样的风险。所以雪渊，只有你是他救回来的，也是最懂他的，只有你去才不会背叛他，也不会让他看出破绽。冉冉，你别激动，我不逼你啊！我再说一遍，让我离开！我放你走，你先把簪子放下。驾，快点，一定要把皇后救回来！让开！我让你们让开，听到没有？让开，让他走！你没事吧？今日只是孤给国公府一个面子，但若是再有下次，后果就不是沈世子你能担得起的了。公爵，这是……你别误会，我带你来这里并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孤有些事要同你商量，所以……南诏皇不必解释，悠然明白。夜深人静，宫门早已落锁，我要回宫只能等到天明。况且悠然也有些事要同您商量。好，折腾了一晚你也累了，我让人带你去梳洗休息，有什么事天亮再说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先皇后楚音贤良淑德，却遭奸人陷害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一雪其辱，追封其为纯惠孝义人皇后。我的好父皇，今天才是个开始，我一定会让你为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南宫爵，我是不会放弃的，冉冉只能是我。
冉冉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帮你。坊间传言我克死4任皇后，冉公主应是早有耳闻吧？其实他们都是被人害死的。姑的第1任皇后元儿是我一生的挚爱，我不愿委屈她，让她与人共侍一夫，所以我登基后的第1份诏书便是遣散后宫，永不纳妃。可是我忽略了朝臣们的野心，他们想尽办法害我元儿，妄想在元儿死后让自己家族的女儿入宫为继后。我虽挡住了明枪，却没能挡住暗箭，最终我的元儿还是因早产血崩而亡，只为我留下一子晨曦。元儿刚去不久，他们就开始逼姑娶继后，姑若是不答应，就反对姑立希儿为太子，最终姑只能妥协，给他们想要的后位。可为什么他们连姑的希儿也不愿放过？冉公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更何况他们想要的从始至终都不仅仅是皇后之位。那冉公主想要的又是什么呢？我要北齐江山倾覆，要我父皇在乎的一切终成泡影。但也只是如此而已，因为我对权力没有兴趣。冉公主果然是聪明人。那合作愉快。苍玄，回主子，有人拦路。求贵人赏口饭吃。给你。小哥这是把我当乞丐了吗？小女子虽非君子，却也不吃那嗟来之食。是他。嗨，我说你这人啊，明明是你自己上来拦车要饭的，现在又装什么清高呢啊？赶紧拿了银子就走。小女子是求贵人赏口饭吃，但不是求贵人施舍。小女子有手有脚，可为贵人鞍前马后，是求贵人收留。哟，原来是想伺候我们家主子呀？可我们家主子不收奴婢。你，世上又不是只有你家主子一人。连这你都知道？你莫不是有心人派来的刺客吧？我不是。我看你就是。苍玄，让他跟着，他找的贵人赏他饭吃了。是，真不知道冉公主怎么想的，这明明就是个小骗子。说吧，你刻意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记住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你是我派去保护他的，不能让他知道我对他还有情。这是为何？南诏皇虽对冉冉无情，但他终究是个男人，是男人就绝不会容许自己的妻子心里有别的男人，更何况这个男人还是个帝王，所以就让冉冉对我死心吧。公子，算我求你。求公主救救彻郎吧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彻郎的腿之所以残疾，其实是中毒引起的。你说什么？如果彻郎有什么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我说什么？不就是中毒吗？又不是不能解。大夫说寒毒侵骨，双腿残废；寒毒侵脾，命不久矣。不会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现在唯一能救彻郎的，就是南诏境内万毒全家的烈火莲子了。烈火莲子？所以你要跟着我，就是为了去南诏找烈火莲子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回去吧。至于烈火莲子，我会想办法找到，送回来的。不行，万毒全堪比天险，要取烈火莲子更是难上加难。你又不是彻郎的什么人，我不能相信你。我是不是他什么人？但我可以保证，不行，事关彻郎的性命，我一定要亲自去。我和彻郎相伴多年，早已心意互通。他若死了，我绝不多活。我知道，我若出事，他也定会殉我。如今彻郎的毒早已入骨，随时都有可能。我不能冒险，所以去南诏寻烈火莲子，我势在必行。说得对，此去南诏，我并不会自由，而且会有很多麻烦。我不敢保证能在他毒发之前取到烈火莲子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让他跟着去南诏，至少他比我自由，不是吗？公主，求你看在我们有情人，我答应你了。真的？不过我的身边不适合用国公府2公子的侍女，所以在你跟着我的这段时间，我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份，
先皇后留给您的暗卫。暗卫？你会武？我爹是个江湖游侠。行了，这段时间你就以替身侍女的身份跟在我身边吧。是，雪渊谢公主。如今，在我心中，雪渊才是最重要的。既然身份换了，名字也换一个吧。那请公主赐名。昭告天下，一雪前耻，就叫昭雪吧。六月飞雪，渊可滔天。以后你就叫雪渊吧。雪渊，昭雪，这个名字都如此心意相通，说以情断，必实呢。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奴婢是说谢公主赐名。行了，准备准备，9日后出发去南诏。是，公主。我凤佑然，南诏国皇后。我牵着一起走向帝王宝座的，是我新任的丈夫，也是南诏国新任的皇南宫晨曦。我这一生一共嫁过4次人，之前3次2次逼不得已，儿臣愿意前往南诏和亲。姑会给你皇后该有的体面，但你最好安分守己，否则……冉冉，你是我的，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，你都只能是我的。一次年幼无知，以后你就是我的新娘了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可不论是逼不得已，还是年幼无知，终是次次不得圆满。沈清，你清醒点！你已婚我已嫁，我们这辈子是不可能的。你让开，爹爹说了，冉冉长大后是要给我做媳妇的。活下去，照顾好希儿。而造成这一切的是我的父皇，也是我的命。这是玉玺，也是至高无上的权利。冉冉，想要吗？父皇万岁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！冉冉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我帮你。众大臣上书，说是先皇未曾临幸的妃子，除按南诏习俗，夫妻子承者都得殉葬，继后也不例外。他们这是想逼死我，好掌控希儿吃绝户啊！公主，要不我们回北齐吧？回北齐？你可知这一切有多少是我父皇的手笔？内有豺狼虎视眈眈，外有虎豹磨牙以待。希儿才8岁啊！我若离开，他将会被啃食的尸骨无存，啥都不剩。皇上真的放心将小殿下交给皇后娘娘吗？南诏国内虎豹豺狼比比皆是，一旦希儿的女儿身被人知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她毕竟是北齐公主，皇上就不担心？我会想办法让她心甘情愿地辅佐希儿。倘若她还有异心，公主，南宫爵因我而死，我定要护他女儿平安。那公子呢？公主就不能为公子想想吗？此生是我对不住他，但我真的不能不管希儿。众爱卿平身。我不要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也不信命，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抢走本该属于希儿的一切。南诏人不行，我的父皇亦不行。